各位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各位在读书会线上的好朋友们，我是王运进，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本稳，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时间跟空间来跟大家见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下世代的心里撒播爱的种子。其实我们现在在不同的时代，还有包括时空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的样貌跟生活的经历。例如，在我们的上一辈，很多人都是农村社会长大的，而且呢，他们在经历了农村社会要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时候，他们也经历过了非常可以说是转折的一种经历的历程。像我呢，则是在工业社会要进入到资讯社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出生、学习、成长。可是现在的孩子呢，更不一样了，他们是直接出生在所谓的资讯社会，出生在所谓的网络世代。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思考，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世代，整个随着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能够把爱心绵延不绝地传承下去？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思考的课题，所以想说在今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空间，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一些工作跟计划，还有我们的心情。当然，在分享之前呢，还是要回顾一下目前的整个大的世界的环境，还有包括社会的环境。尤其是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说，现在可以说是成住坏空、末法坏解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末解时代，我们并不是说要去有一种悲观的心情，我们反而是要看到一种慈悲的行动跟慈悲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到了目前在2020年到2021年，光在这2年的时间，整个世界上就经历过了非常多的苦难的事件。例如我们从在画面上看到的，不管是从北极的气候的冰融的变化，还有包括在右下角的新冠病毒袭击全球，截至目前为止造成了上亿人这样子一个确诊，同时呢，也已经超过了500-600万人因此而往生。特别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异常的升温，还有包括温室效应，甚至联合国许多的科学家都已经定义成为不再只是气候变迁，而是气候急难。所以在右上角也看到了整个天灾的地水火风4大不调，尤其是特别在今年7月份跟8月份，联合国很多的科学家都纷纷的表示出，现在的地球的平均温度都已经节节攀升，打破了历史性的记录，创造了历史性的新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了整个这样子一个天灾，还有包括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可是更令我们心疼的是右下角还有很多的人祸，因为政治，因为战争，因为彼此互相的冲突，造成所谓的难民的问题，还有包括流民的问题等等，甚至于很多人四处的奔走，就只是为了寻找他的家人。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整个天灾人祸4大不调，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末节时代的时候，上人告诉我们，应该要有一种慈悲的心境，我们要能够积极的创造出慈悲的年代，要不然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上就会记载着人类呢文明不断的向上的发展，科技不断的向上进步，但是呢人类却也同时在毁灭着自己的地球。是不是能够有一群人，大家一起共同凝聚起来，来照顾这些受到灾难而影响的灾民或者是难民？
是不是能够有一群人能够汇聚起来，一起共同来抢救不断的遭受人类毁伤的地球？其实有时候也想想，人类呢居住在地球的环境上，但却不断的破坏自己居住的环境，所以这是一个很颠倒的一种心理现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有一群的人间的菩萨，大家用这样子的慈悲心念、善行来创造不同的人类的历史的足迹。我想这群的蓝天白云的菩萨的身影，都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上人带领着我们共同来创造一种慈悲的年代。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在这样子一个大的世界的环境底下，不管是气候的异常变化，还有包括灾难不断的兴起，以及在科技的整个成长进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探索跟思维如何能够在末节的时代，在下世代的心里种下爱心的种子，让爱绵延不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大家共同来思考。可能接下来的部分不一定是所谓的正确答案，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往前探索，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当这条可行的道路找到了以后，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把这样子一条菩萨道呢，把它拓宽，让它不断的往前延伸。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一直心心念念不断的在思维，所以也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我们的努力有哪些努力呢？首先从第一个慈善创新，在慈善创新呢，当然我们看到整个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过往慈善的直接重点，尊重务实及时5大原则，我们都要牢牢的守住，因为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这是我们的原则。可是随着时代的往前进步，我们整个慈善的推动要能够善用科技，同时呢，我们还要能够产生跨界的合作。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要不断的多元的创新，还有呢，我们整个效能要不断的加成，因为现在的社会的速度的一个节奏非常的快。最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希望能够产生一种慈悲的联动，而这种慈悲的联动呢，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我们刚刚的这样子一个思维底下呢，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一次的全球的疫情，特别是在台湾，整个大范围的影响之下，都非常深刻的影响到了我们各行各业，还有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我们的求学、就业等等。在疫情底下，慈济提供了哪些系统性的解方，也就是所谓的 Total Solution。疫情底下呢，有几个问题的面向是我们必须共同去关心跟注意。从最上方，那就是我们的健康的系统。健康的系统的层面呢，我们需要疫苗。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右边的部分是医疗的系统，我们非常需要防疫的物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慈善的系统方面，许多的弱势家庭他们需要纾困。再来呢，当我们进入到弱势家庭的里面视角一看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弱势家庭的孩童，他们需要教育，而在疫情底下，教育千万不能够中断。所以我们看到了弱势的学童，他们需要的是线上的教育支持。在左边的部分呢，也就是所谓的心灵的系统。当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整个疫情底下，人心惶惶不安，而社会呢需要一股安心安定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到整个疫情底下有这5个层面，
都需要我们去关心，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到。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大的环境底下呢，做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例如在健康系统需要疫苗方面，赶紧的采购了500万剂的疫苗的计划，也跟台积电还有包括鸿海永龄基金会等等，大家一起共同捐购总计1500万剂的疫苗，要捐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进行全民的施打。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静思堂，还有包括我们慈济的医疗院所，作为疫苗的施打站。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最近的新闻里面，许多的国中生、高中生，12岁到17岁这样子一个年龄层，也纷纷的都开始在施打疫苗。也唯有透过施打疫苗，才能够减少跟减缓重症或者是造成身体的危害的情况，才能够大大的降低。第二个部分，在医疗系统方面，我们从许多的讯息都可以看得到，慈济人在这一波，不管是在台湾，在全球，都赶紧的提供了许多的防疫的物资，包括呼吸器、制氧机，还有快筛试剂、防护面罩等等，甚至整个援助的国家在全世界超过了100个国家。有的它的交通运输非常困难的，我们赶紧透过包机的方式，在一些相关的原产地，把这样子的医疗物资采购完了以后，透过包机送到当地，同时也透过跨宗教的合作、跨机构的合作，来进行医疗物资的赠送。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底下所采取的非常快速的紧急的行动。而在慈善系统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在整个疫情底下，有许多的贫困的家庭都受到了影响，甚至于我们在花莲街上，像我自己本身在花莲已经住了20多年的时间，特别在这一段期间，当开车在花莲街上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花莲街上一般的店家竟然有超过一半它的店面的门是关着的，而关着的时间呢，长达3个月之久。大家可以试想，当一个一般的家庭，或者是租在这样子的店面的一个店家，有3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营业，他没有收入，可是他还要付租金，他还有平常在雇用的，不管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乃至于工读生，甚至于他都还需要去支应家里面平常的开销，还有包括孩子的上学相关的费用等等。当店没有开的时候，这些的费用要从何而来？所以在这一波疫情底下，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甚至于全球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家庭产生的经济的影响是相当的大。所以我们赶紧的提供了急难金、生活包跟物资卡，这个都是在疫情底下要尽速的来进行协助跟提供。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教育系统，在教育系统里面，我们做了很多项的子方案，例如提供了无线分享器，还有包括暑期的营养支持、青年的线上办学的计划，甚至于我们提供了电脑的设备，提供了安心助学的方案。待会儿会择其中1-2个方案来跟大家做分享。而在心灵系统方面呢，我们也提供了安心计划。在这段期间，上人每一天他只要有空，他都会期待能够跟全球的慈济人透过视讯的方式来进行温馨的互动跟分享。所以我们看得到有金社的直播，还有包括静心直播。静心直播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金社有几位的师兄师姐，我们大家就聚在一起，每天下午的3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会透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来介绍精舍的点点滴滴。因为大家在这一段的期间没有办法出门，所以我们就透过镜头的方式，透过网络的方式，带着大家回到心灵的故乡。还有包括近似网红直播，我们常驻师傅也当网红哦。不过这个红不是红色的红，是弘法的弘。同时我们在网站上也有防疫新生活的网站，以及推广健康蔬食等等。所以我们在整个疫情底下呢，我们整个运作的系统，我们是提供了所谓的 Total Solution。而在这个里面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就是很特别的，在这一年我们一起买疫苗，守护全台学童的健康。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波的疫情并不是只有政府的责任，我们民间每一个人，大家如果都能够有机会共同来守护全民的健康，这个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感恩相关政府单位，还有包括台积电、永林、鸿海等等的，跟慈济大家一起共同为了守护全民乃至于学童的健康，一起让1500万剂的疫苗能够顺利的抵达台湾。同时如同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在整个援助的疫情底下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方案，那个就是极疫纾困2个月的暑期营养计划。那就是特别针对全台湾超过25000户的弱势家庭里面的学童，超过5万户的暑期的营养的部分，我们来提供2个月的营养支持。这2个月的营养支持，一个是生活包、生活箱，另外一个部分是健康蔬果箱。所以我们提供2个箱。一个是让他能够有主食吃得饱，一个是让他能够健康有营养。所以我们一共提供了2个月的分量，让全台湾超过2/3以上的低收入户的家庭，在这一波慈济跟每一个县市政府、教育局处等等，大家共同合作来照顾弱势家庭学童一整个家庭的营养健康。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一个公司部门的合作来提供、来支持跟援助。当然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出差，所以我们都透过视讯的方式，大家进行联系跟讨论，如何把数千份、上万份的物资都能够稳当的送到每一个家户学童的手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张图案上面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五彩缤纷。为什么？因为有非常健康营养，而且都是常驻师父们所做的一个生活箱，同时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的蔬果，而这些蔬果呢都是由在地的农会再产再销，也就是说从当地的一个土地生长出来的蔬菜水果，送给我们的弱势家庭的孩子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数量的部分，光在7月份就超过了45000多份，而在8月份更超过了5万多份。所以我们在跟全台湾的各个县市共同合作，这个可以说是创造了在全台湾可以说是慈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童暑期营养的支持计划。当然我们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则，那就是对象要精准，而且呢我们这次是透过跨界的合作来进行，我们的资源要互补，
但不相重叠，而且呢，我们要以需求为导向。像有些地方它需要的很明确的说，它需要的是蔬果箱，可是有些地方他说我们不需要蔬果箱，但是我们需要蔬果券。他们透过一张一张券的方式，可以到连锁的超商、超市里面来进行购买。所以当我们透过好几种不同的运作的方式，最重要的部分是都能够把他们最需要的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上。看到这张画面真的是非常令人的感动，因为当我们在金社大家一起共同来打包的时候，其实金社的常驻师傅们在大热天底下呢是汗流浃背，而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样，也都共同一起下去打包。打包进去的不仅只是物资，更重要的是把我们那一份的爱心跟关怀都打包到箱子里面去。所以在这一波的疫情底下，我们对于整个台湾弱势家庭学童的营养照顾做得非常的彻底，而且呢是非常的全面。而在这一次的暑期营养的一个计划里面呢，我们创造了很多的跨界的合作，包括之前跟许多的县市签订的合作备忘录。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在新竹县县府的主管跟同仁，他们也看到说，不能够只有慈济人在打包啊，他们也觉得应该要一起共同来打包，来照顾新竹县的县民跟学童们。所以他们也大家一起共同齐心动员，在县府的大厅里面进行物资的打包。而在右手边呢，我们也看到有计程车、宅配到府等等各式各样的合作的方式，都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物资呢轻送到家。而在疫情期间，还有很多创新的捐赠仪式，例如我们是隔空捐赠物资，透过视讯的方式，可以化身为魔术师，实体比如说在基隆，可是呢，当整个这个透过线上的捐赠方式的时候，在花莲却可以收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谢状。所以我们在疫情期间呢，也都非常创新有趣的来进行。这张画面是令人非常的感动。在左上角呢，是在基隆的果菜市场，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凌晨的4点的时候。在这样子一个果菜市场里面，计程车业者还有包括蔬果商，大家在早上4点多的时候全部都集合在一起，把所有的蔬果都装箱打包了以后呢，全部都送上了计程车司机的车子里面。而计程车司机就依据教育局处提供的地址跟相关的联络的讯息，拜托我们的司机大哥们送到他们的家里面。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太方便能够出来，所以整个计程车的车队就集结在整个蔬果商的市场，大家一起共同来进行这项的爱心计划。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暑假的暑期营养支持，我们进行了创新的思考，更推动了跨界的合作。例如慈济加上县市政府加上当地的农会提供的蔬果箱，还有包括计程车业者。为什么这中间会跟计程车业者合作呢？是因为在疫情底下，有很多的交通运输业者，特别是计程车司机，他们也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案，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同时要能够配送到学童家里面去。学校的校长跟老师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这些的单位大家共同力量集合在一起，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多出一份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其实我们就照顾到了在疫情底下的
学童的营养跟健康。同时呢，我们在疫情底下也为全台弱势的学童租到了15000个无线分享器。大家可能会觉得，无线分享器应该很多啊。可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一次的5月底的时候，整个台湾教育部宣布了停课不停学，所以很多的家长纷纷的帮孩子在家里面进行无线上网，但是有非常多的弱势家庭的学童，他们缺乏了无线上网的相关的设备，所以跟教育部资科司，还有包括 PAGAMO 台大叶丙成教授，大家一起共同来集思广益，跟我们的资讯团队共同来努力，透过这样子一个创新的思考，刚好叶丙成教授就认识一位朋友，他是开旅行业者的。这个旅行业呢，因为在这一次的疫情的影响，外国人进不来，我们国人也出不去，所以他本来的提供旅行使用的无线分享器就放在仓库里，所以他说没问题，如果慈济有需要，若是学童有需要，他都愿意提供出借。因此呢，我们就以非常可以说是低廉的价格租了无线分享器，再无偿提供租借给县市政府，让弱势的学童能够使用2个月的时间，无偿使用。同时2个月过后，教育部也跟厂商签订了长期的租借的计划，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公部门跟民间的慈善机构大家共同合作，来提供给弱势家庭线上学习的无缝接轨。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因为也透过了这样子一个无线分享器的租借，我们看到了在疫情底下，慈济加上教育部加上叶丙成老师 PAGAMO 系统，还有包括旅行业者跟科技公司，我们一起为弱势学童的数位学习，大家共同奉献出一份的心力。要不然大家可以试想，当疫情底下孩子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暑假到了，他也没有办法出去参加相关的课外活动，一直都闷在家里面。如果他没有办法透过很好的数位学习的方式，那么这些弱势家庭的学童恐怕会中断学习长达4个月的时间之久。这对于未来孩子的人生、学习的历程，以及他的学习的状态，乃至于整个中断学习一整个世代长达4个月的时间，都会对于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提供给弱势家庭的孩子们，让他们感受到在疫情底下他们并不孤单。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计划是青年线上办学趣。这个计划很特别，这是慈济从来没有过的青年慈善方案，用线上教育陪伴弱势学童走向平等的世界。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疫情底下的学童教育的分析。根据美国还有包括世界各地相关的分析，在疫情底下有超过90%的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前往学校上课。我想我们在台湾都可以感受到这一股为了保障学童的生命安全、健康，我们不得不停课。但是中断了学习之后怎么办？
美国做了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当孩子经过长达2个月的时间，暑假的期间，他没有到学校上课，他的学习力会下降30%。而这一波的疫情，全世界皆然。如果万一停课的时间，又加上了暑假的2个月的时间，像在台湾就将近快4个月没有上课，那么学习力的落差幅度就会比30%更大。我们如何能够减缓学习力的流失？特别是美国这份的研究报告指出，弱势家庭的学童，他的学习力的流失远比一般的家庭的孩子学习力的流失的比例幅度要来得更大。所以我们在疫情底下，我们看见了孩子的教育的需求，特别是当孩子刚刚提到了超过3、4个月的时间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好好学习，有时候甚至于亲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整个在台湾无薪假、减薪、减班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甚至于打破了历史性的新高。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层面是，有许多的大学生，他们来自于一般的家庭，或者是可能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家庭，他们需要透过暑假的期间来打工，赚取开学过后的学费或者是生活费。而在疫情底下，有许多的行业也都纷纷关闭。所以当我们看到了在疫情底下的弱势学童，他有教育的需求，而在另外一端呢，看到了大学生，他们也因为疫情的因素而无法打工。所以这两端，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一个计划的方式把它连结在一起？因此我们尝试着思考解决的方案，而这个解决方案就是青年线上办学趣。而这个青年线上办学趣呢，它的宗旨跟目标是什么？从它的方案的名称就可以看得到，青年我们要号召大专生、大学生来进行伴读。线上的意思是，我们伴读的模式并不是实体，因为在疫情底下不可能实体，所以我们要透过线上的模式，善用网络的平台来进行线上办学。办学趣的办字呢，是陪伴的意思。因为如果弱势家庭的孩童长期1个人、2个人孤独在家里面，恐怕心里的孤单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会非常的深刻。学呢，不能够只有陪伴，还要能够引导他学习，所以我们要支持他的阅读学习。趣呢，是指内容要能够丰富、有趣，要能够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动机。所以青年线上办学趣，整个就形成了我们计划的脉络跟纲要。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一张的简报上，从左手边呢是陪伴端，就是办学青年，包含我们的慈青，还有包括优质的大学生，以及中间的这一段呢是平台的运作，我们透过 Google Meet 的方式，还有包括 Pagamo 的系统，我们来进行一个线上的教育平台。在右手边呢，那就是我们的需求端，就是我们的孩童，有包括慈济照顾户的学童，还有包括县市政府提报的弱势家庭的儿少等等的。而我们在今年的暑假所推动的线上办学趣的人数运作规模超过了3000位以上，其中有2000多位就是所谓的弱势家庭的小学生、国中生，还有部分的高中生，而有超过了700多位的大学生
共同加入这个计划，其实不止700多位。为什么？因为希望能够一直报名的将近快1000位，但是我们因为人数的因素，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个面试的机制，因此我们录取了700多位。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人都很期待，一方面大学生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来一起陪伴照顾弱势的学童们，而也看到了弱势学童们他们有陪伴的需求，有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整个计划推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组建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当中呢，包括我们的顾问叶秉成老师，还有成大的量子力学的陈月南教授，以及我们的教育咨询团队，有慈大的何运琪院长，还有慈中的李林慧校长，还有台南慈中的严秀文老师等等。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课务，还有资讯组、人事组，还有队服组跟学术研究的团队等等的。我们的结构是非常的坚强。其实本来这张图不是长这个样，它是因爱而生，就是大家是为了照顾弱势的学童，愿意不断的投入他们的专业的能量，大家加入进来，变成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团队的方案。而在我们整个线上的办学过程当中，我们有阅读素养，有人文的课程，就是带动他们慈济的环保、保护大地、如何珍惜水资源，还有包括防疫的知识等等，都在我们整个暑期的线上办学当中丰富的课程。我们也非常感恩 Pakemo 的团队很用心，答对了一个题目，送他们一个虚宝。他们这个虚宝呢，是一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土地呢，他们还可以编排成为一个不同的地图跟地形。像左手边，孩子很有创意，他就把它组建成为一个口罩。同时呢，在中间呢，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呢，透过不同的颜色，把它编排而成了一种有意义的图样。例如，中间它呈现的是一种这个感恩之心，还有包括知足之心等等。而在右手边呢，中间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排成的英文字的字形呢，是一个 T， 下面呢，它是一个类似像微笑的幅度。可是这个微笑的幅度呢，如果把它稍微再摆一下方向的话，其实是英文的 C。TC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慈济的英文字 TZU 的 T，C 呢是 CHI， 所以代表着慈济的意思。所以那个是呈现了孩子们的一份的感恩之心。所以他们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创意的呈现。而在整个线上办学的过程里面，当然很多的大学生他们有热情，可是在线上办学的技巧方面需要不断的练习。所以我们也非常感恩花莲慈中李林慧校长带领非常优秀的老师团队，透过线上的方式举办了一场的研习，也就是线上办学的练功坊，获得相当大的回响，给予大学生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另外也要特别感恩大爱台，也举办了不管是线上的读书，还有包括博远哥哥的7堂的情绪课，以及成大呢陈月南教授，可以说是在台湾非常顶尖的量子力学的研究机构，他们也开了一个量子电脑的线上微课程。我们可以看得到小学伴们都非常用功的做笔记，哇，看得都非常的感动。还有呢，大学伴他们不是只有陪伴，他们也非常用心的在进行相关的课程的设计。同时我们也举办了一个线上课程的交流会。同时我们的人文课程还有所谓的蔬果之心，每一周都有每一周的主题。
珍重之心、大爱之心，还有感恩之心等等。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学办要能够发挥创意，进行创新。他们有些教案，他们可以把创新的教案的部分来进行分享。所以，整个在暑假的过程当中，线上办学方案，它具备有非常多的创新意涵。第一个，它是在我们这一次疫情底下，慈善机构在台湾举办线上办学最大规模之一。第二个，慈济首度在全台湾的各大专院校公开招募，而且是透过线上的方式公开招募有爱心的优质青年。第三，我们也透过培力的方式来增强我们大专青年、大学生他们的线上办学的能力。例如，我们会透过面试，我们又会有培训，培训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进行办学。同时呢，办学当中我们都会有及时的反馈，而这个反馈呢，作为优化我们下一次的办学的方案。而且呢，我们也首度建立了教学的咨询团队。那也非常感恩陈元的教授跟严秀文老师，邀约超过了130位的慈心学长、在职的老师共同投入陪伴。而且呢，首度建立了线上办学成效的评估的一个分析平台。例如，大家可以看得到，每一次的线上办学，那一次结束之后，他们都会自我评分，我这次线上办学的情况如何？大家可以看得到，绿色的线呢，是指非常满意跟普通满意，而非常满意的曲线呢，是比较深绿色的线，都一直不断的向上攀升。而红色的线的部分呢，是不满意，它其实是一直往下掉，甚至趋近于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整个办学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满意度向上攀升，而一些本来在系统上不熟悉的、不满意的情况，都逐渐下降。第六个部分是我们首次进行线上办学的研究案。我们要非常感恩台大的林明仁教授，他目前也是科技部的人文社会发展司的司长，他来进行小学办。他在参与的2个月的线上办学之后，他的学习成长跟变化，跟其他没有参加的孩子们究竟有什么不同？而慈大的张立芬副教授呢，他也特别研究大学办，他参加了这个计划之后，对于他的参与志工志愿服务的方案，对于大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线上办学，特别是在疫情底下，它的确是有它不同的时代的意涵。第一个，在疫情底下，我们一起努力降低弱势学童的孤独感，这件事情非常的关键。当在疫情底下，孩子们他本来的家庭支持度就比较弱，如果他没有透过线上办学，他恐怕暑假加上停课的期间，3、4个月的时间，都是1个人或2个人孤独在家里面。所以这样子一个孤独感，我们如何能够降低，避免因为孤独感而产生心理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在疫情底下，对于弱势学童，希望能够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社会充满着爱，关心着他。第二个呢，是我们支持跟陪伴弱势学童，减缓学习力的流失。我们不敢说有所提升，但我们很期待努力的是，支持着这个学习力不要往下掉，能够撑住。如果那个曲线能够向上攀升，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很努力的方向。第3个部分是我们很努力的提升青年世代的使命感，也因为透过这个方案，
我们号召了将近上千位的大学生，大家一起为弱势家庭学童的孤独感跟学习力的部分，我们一起来 do something， 就是为他们来做点事情。第4个是我们开启了国际青年线上办学的可能性，而我们在最近呢，也启动了第2期的线上办学计划。而线上办学计划跟第1期的线上办学计划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我们第2期的线上办学计划已经启动了国际的线上办学。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从台湾的大学生要跟台北的小学生进行连结跟互动。我们也确定了一件事情，美国的慈少他们的英文都非常好，希望能够跟台湾的偏乡的孩童的部分来进行连线，提升他们的英文的能力。同时在最近我们也跟马来西亚的团队共同来探讨刚刚在讲的这些线上办学的模式如何能够整个移植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探索一个国际线上办学计划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思考青年慈善的未来的愿景，所以我们期待说能够透过从慈善的角度，从教育的角度，从如何在下一代的弱势学童的心里面撒播一颗爱心种子的角度，来思考慈济国际青年的使命。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有一大群，不是一小群哦，是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的优质青年。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心，协助弱势的学童。我们大家一起携手同心，来改变这个世界。第2个呢，我们希望一起共同扶助，来促进所谓的教育平等。我们的心愿是陪伴着每一个，不管在台湾，在全球，在灾难或在贫困之地的孩子们，我们让他们不孤单。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汇聚在一起，就是一艘的小船。我们这艘小船上面也许能够放的，或者是搭载着弱势的学童，或许不多，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位。但我们相信无数的小船汇聚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一起搭载着更多的弱势学童，一起到了平等的涅槃岸。这个是我们在暑假期间青年线上办学计划，我们真的很努力，在下一个世代的孩子的心里面撒播一颗爱心的种子。而这样子一颗爱心的种子，它虽然很无形，看不到，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慈善的方案、教育的方案，善用现代的科技，我们多跟几个不同的单位，大家的爱心共同凝聚在一起。我们坚信一件事情，不管人类的社会文明发展多么进步，但爱心良善的社会风气永远是我们幸福之所依。所以爱心的名言，爱心的种子的撒播，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方向。透过今天的线上读书会，也很感恩，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思考，面对着全球的气候异常的变化，面对着整个灾难四起，面对着科技的进步，我们要如何能够把爱心延续？做得还不够，但我们会持续的努力，也需要您的一份的力量，大家一起共同扶持，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好。再次的感恩大家，我们下次见。